本集由台湾 Gamma 隔热纸以及美国 Tint Zone 赞助播出。嗨，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老板。今天要干嘛？今天来做声音测试。对，我们要把我的2018年的 Model 3 Performance 呢对比换新版的2024年的 Model 3 Performance。那在荧幕上大家也可以看到，我把噪音机也拿出来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来以这个噪音机，还有目前放在就是中央控制板前面的这个方位呢，来做个噪音测试。我们今天主要会针对3个时速在同一个路段上的3个时速，就是25英里。45英里以及65英里的这些时速呢，来给大家看一下车上的噪音有没有差别哦。好，那另外一个呢，从噪音的方面，不光是我们会用这个噪音机来测试哦，另外一个大家也可以仔细听一下，我们是用这个 DJI 的 Action 4的麦克风，以这个环境音的收音为主哦。还有呢，你也可以看一下它的画面的震动，来判断说是否车上的避震器有没有改变。那我们二话不多说，上路测试吧。好，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现在车子没有动，我不讲话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噪音机的那个噪音，大概在42分贝、43分贝左右哈。那我们一样呢，现在也开始上路。好，我们先从25英里开始哦。现在是25英里的时速。分贝数呢，刚刚看是大概就是在60左右。那我们现在跑到45。45的话，大概我刚刚看到最高好像平均在65、66左右。好了，那我们现在再来呢，慢慢把速度加到65。看到大概明显差不多高到70，那刚刚这些数据呢，我们就把它做个基底，在就是没有其他车子同一条路的情况下呢，我们现在呢回家把那个2024年的 Model 3 Performance 换出来，再来做测试给大家看。在换车之前呢，顺便跟大家提一下我的2018年的 Model 3 Performance 呢，它的前后玻璃呢，就是侧边的玻璃它都是单层玻璃。那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是在2020年的时候呢 ，Model 3有一个小改款，我们就算是第 1.5 代好了。那个时候呢，他们是有把前面的就是驾驶座的玻璃跟副驾的玻璃呢改成双层玻璃并且据说是有其他的部分也有做一些隔音的更新。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看2018年到2024年这个第一代跟第二代的改款的中间的差别最明显的就会是这个从全部都是单层玻璃变成四面的双层玻璃，以及它的其他的隔音的更新。好，现在我们换到了这全新的 Model 3上头了，大家来看一下，现在还没在动的时候呢，上头的指数是多少？
40多而已哦，其实是真的是蛮安静的哦。好，那我们同样呢，一样也是开到刚刚的测试的路段来测试一下，分别就是25英里、45英里以及65英里的时速哦。好，首先我们先从25开始。25才50几，还不到60。那我们现在加速到45。大概最多不到65，大概在60到63之间哦。其实数字呢，跟刚刚的这2018年的比起来，真的是有低哦。好，那我们现在准备把它加速到65。平均大概在67到68之间哦，跟我们之前的那个2018年的比起来，大概低一个2到3分贝左右，其实蛮明显的啦。虽然你可能觉得2到3这个数字不大，但是你坐在车子上的时候，在开车的时候，你明显就可以感觉到，第一个风切声少了很多，第二个呢，你的那个比较偏高的音基本上也都没有了，可能多数都是一些低音啊，或者是重低音，或者甚至别人按喇叭你才几乎听得到哦。绝大部分的声音你基本上是听不到的。我觉得这一点呢，在换新版上头的有非常好的改变哦。那大家要记得哦，在 Performance 版本呢，因为它的悬吊呢比较硬，所以你如果要更安静或更舒服的车子的话，其实在 Model 3的换新版后驱以及双马达版本，也就是长距离版本呢，它的隔音表现呢，还有舒适度会更好。那因为我们今天是在 Performance 版本上头，所以 Performance 版本呢，在舒适度啊，还有以及这个震动上头呢，绝对跟你讲，基本上是绝对会比换新版的后驱版本跟长距离版本差，因为它再怎么样是着重于性能的一个车子，所以呢，它一定会在这个方面做一点取舍哦。我不知道大家看完了这样子的对比后呢，有什么感想哦？我个人觉得呢，2018年到2024年的改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每一个朋友坐进我的车子呢，两个一比较呢，大家都觉得换新版的上头的声音比较安静啊，坐起来比较舒服。这一点呢，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认为哦。我在这里还是强烈建议你，如果对换新版的 Model 3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去试车，你就可以明显去感觉到它的更新的差别在哪里哦。好了，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或者你有什么建议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喜欢我的影片啊，记得按赞、订阅、按下小铃铛，并且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那我是胡老板，我们下次见喽，拜拜。下一集是不是要来拍一个加速呢？但是我可能要找个朋友帮忙才行耶，不然我怎么没有办法去一次试2部车，是不是？但是 Model 3的 Performance 的加速，有警察，真的是非常棒哦！看到那边有个警察，不要乱来。